这东西是怎么来的？100年前，杨江红曾承诺小姐会将族中最优秀的后辈送往南山为奴。现如今时间已到，小姐将前来杨家收回承诺。什么？杨家需大开府，身穿黑衣，齐跪大礼，于今日正午迎小姐进府。这是万寿朝拜，万物俯首，是小姐，小姐她醒了。小姐。小姐，您这是？府怒煞气汇聚，而我一睡便是100年。再醒时，当天第一个见我真容者，会被瞬间夺去100年生机。多谢小姐提醒。都这把年纪了，便别跪了。当时见你还是20年华，没想到再睁眼时，已经如此年迈了。你又何苦独自苦守古墓100年，只为等我醒来？能在油尽灯枯的时候，让小姐见上一面，我老奴啊，万分荣幸啊。也罢，你有心了。那就再陪我100年吧。多谢小姐赐寿。杨朱孙魏4家后人何在？小姐，100年前是您出手庇护这4族，他们曾经许诺会将最优秀的后人送来给您当仆人，以还救命之恩。可我等到现在，至今没有等到他们的后人。如今100年已过，他们如果再不兑现承诺的话，恐怕他们4族便会大难临头。他们4族恐怕还不知内情，还真以为小姐只是想要人过来伺候你呢。他们不敢回我的约，应该另有隐情。父亲，您用续命药吊着一口气10年，饱受病痛，一直不肯离世。今天上午，您那一口气终于咽下，活了120岁，也算是喜丧。爸，您走好。老太爷走好。家主，什么事？刚刚我在门口守灵，这封信突然就插在了门上。信上说，100年前老太爷答应过要将杨家最优秀的后人送到南山，给一位小姐为奴。今日正午，他要来杨家收回承诺呀。多年前爷爷确实说过，我是他最优秀的后辈，等我成年之日，就将我送给小姐。也罢，我杨家没有这福气呀。爷爷，虽然我身患隐疾，但并不妨碍我为奴为仆啊。可因为我身患隐疾，一直没送去。感觉去当奴仆只是爷爷的说辞，他就是想让我去给一个年过半百的老婆婆去当男宠。放肆！子怡是我们最优秀的儿子，怎么能给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女人当奴仆？更何况……不可妄议，爸生前并没有跟我说过这件事啊，更没有提及要将子怡送给……等等，你说要将子怡送去哪儿？啊，南山。南山？这样做不合适吧？不知道啊，真的假的？老太爷在卧病之前，曾在每年的7月7号都会携带重礼去南山一趟。莫不是那位神通广大的小姐就住在南山？小姐？是啊，老太爷曾经说过，我们4家能够昌盛100年，
全靠这位小姐的扶持啊。不错，爸生前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那小姐一面。如今他老人家已经过世，我也不确定送子义为奴的承诺是真是假呀。老爷子最疼爱子义，怎么舍得让他给人端茶倒水？依我看呢，哼，这送信来的肯定是个骗子。哎呀，妈，既然是以小姐的名号来的，不管是真是假，都不可拒之门外。已经正午了，速速去开府门。是。一个还不知真假的货色，就值得你这么维护？而且子义怎么能给一个女人当奴仆？杨长风最近对我格外冷淡，莫非真的是在外面有了女人？哎呀，起来，别烦我。老爷子一死就该分家产，这个关键时刻，你非要把一个女人接进杨家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若想进杨家，对我来说不过是无人之境。这么年轻，穿得这么金贵，这哪像是山里出来的，倒像是城里面教养的金丝雀。哎呀，你起来，别烦我。什么小姐？我看是你在外面养的情妇吧？如果爷爷口中的小姐长成这样，那让我当男宠也不是不行。呸！不是我想什么呢？好冷啊！哎，我怎么跪下了？初入杨家如无人之境，跟他对视，竟有一种心悸的恐惧感。莫非她真是爸口中的那位活了不知道多少年岁的小姐？长风对老爷子孝顺，他是不是情妇，试一试就能确定。长风啊，你看看他，半点规矩教养都没有。今天是老爷子的丧礼，他一个客人，连根香都不点就坐下了。让小姐给他点香，你们杨家受得起吗？你，连个香都舍不得让这个贱人点，难怪你这么维护他，原来是想借着小姐的名义接你的情妇入门呢。爸年轻时确实认过一位小姐为主，但这100年来，这位小姐销声匿迹，杨家无人见过。你是不是忘了，老爷子的书房里藏着一幅画像，那画上画着小姐的容貌。她若不是小姐，不知道受不受得起这冒充的后果。杨惊鸿就是这么教你们跟我说话的？我只是需要确认您的身份，去将书房的画像取来。是。何必这么麻烦？唤醒他，一问便知。我一睡便是100年，你又何苦强行续命，吊一口气只为见我？也罢，便让你再见我一面，就当全了我们主仆情谊。慢着！我家老太爷生前遭受数年折磨，不肯咽气，如今寿终正寝，也算是喜丧。在没有看到画像确定你的身份之前，不能让你惊扰到他老人家。还在装，想借着小姐的名义把这个情妇光明正大接进门供着，你做梦！
画像来了，我看你怎么死！各位族老，你们怕是忘了一件事。你说你是老太爷的主人，可据我所知，那位小姐神通广大，无所不能。而你呢，从进门开始一直以面纱遮脸。哼，你是冒充的吧？放肆！小姐行事岂容尔等妄议？还在这儿演？大白天的用面纱遮脸，不是冒充的，就是毁容。诸位，无论是哪一种，她都不会是小姐。如果小姐真被毁了容，那我是不是有可能从男宠升为正宫啊？谁？好疼啊！我的脸怎么火辣辣的疼啊？寨主，夫人说的没错，小姐有能令万兽朝拜、万物俯首之能，她绝对不会被毁容的。是啊，你竟然敢骗我！真是气煞老夫我了！杨老头怎么教出你们这群不长脑子的后代，敢这么对小姐出言不逊？你们也不怕她死不瞑目吗？我看是你们死到临头还在装吧。可惜今天有画像在，你这情妇休想全身而退。你要不是心里有鬼，大白天的蒙个面纱干什么呀？古墓煞气汇聚，而我一睡便是100年。再醒时，当天第一个见我真容者，会被瞬间夺去100年生机。哼，我就说嘛，这早不来晚不来，老爷子一死你就来了。一只不知天高地厚的金丝雀，想飞进豪门当凤凰也就算，还想让我儿子跟你当奴隶，你也不看看！怎么了？不要你家好心！杨长风现在已经确定她不是小姐了，还不让她赶紧滚出杨家！家主、夫人，画像拿来了。画像给我。这画像里就是小姐的真容，你的身份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家主，这画像中的小姐，外形跟她的确有几分相似啊。不错，从音容相貌上看，确实和这位姑娘很像。但是她一进门就面纱遮脸，我们看不清她长什么样，实在不能确认到底是不是小姐。看不清怎么认啊？现在画像已经拿来了，你也是时候把脸上面纱摘下来，让我们确定身份了吧？今日我这面纱不能摘。小姐说了，今日面纱不能摘。一条狗腿子也敢拦我？你这么紧张的阻拦我，是怕他被我戳穿了真面目？你们被我杨家乱棍打死！无知小辈，小姐在古墓中沉睡100年，她醒来当日容颜聚集煞气，我怕你没这个命承受目睹天颜的后果。你们两个一唱一和的吓唬谁呢？这面纱我今天摘定，我倒要看看你是有多见不得人！不知所谓，跪下！掌嘴！你这又做了什么？杨家与我主仆一场，你现在悔过，我可以破例饶你不死。还破例饶我？哼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以为用这种吓唬人的下作手段就能吓退我？我还偏不信这个邪了！够了，别再闹了！我闹？我还没死呢，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把他接进门？还什么天颜不容直视，偏要摘了这破面纱，
看看什么样的脸是我不能直视的。既然你自寻苦果，那我便给你这个机会。我允许你在。我死后，若有贵人前来养我，千万不要。你说，就不要妄图看他的。老爷子那半句没说完的遗言，指的不会是看小姐的真容吧？允许？好猖狂的口气！一个做情妇的小三儿，装的跟什么似的？真当我这个正妻是傻子吗？娘，不要摘！你刚刚莫名下跪被扇耳光，这些都证明他不是普通人，他恐怕真是小姐。子怡说的没错，更何况殿临死前交代的那句遗言，我感觉跟他有关。快收手，千万不要意气用事！杨长风，到现在了，你还拿我当傻子耍？他都已经找上门了，把我这个当家主母的身份往地上踩，你还护着他？杨长风，你对得起我吗？到底在胡说什么？装神弄鬼！今天我就让你知道，在我这个正妻面前耍小聪明的下场。妈，不要摘！这面纱呢，我已经摘了，也没出现什么我承担不了的后果呀。来人，把这个给杨长风当小三的贱人，拖出去让我打死！我是变个天而已，巧合吧？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这么大的声响啊？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啊？这是兽鸣啊！我好像听到了，这难道就是老太爷说的万寿朝拜？家主，你快看他的脸！